咖啡如果是没有被烫到啊，就不是炒咖啡。他们也是很自豪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满足感。开店就比较多是我的想法吧，就是说叫他不要太过冲动咯。在本地你看开了几十间，关了几十间，等他过来接我们，就有时候会很生气哦。现在内疚也是就这样了，都已经长大了。傍晚时分，玉郎工业区一家小型咖啡烘焙厂依然在忙碌着，将刚从港口运抵工厂的咖啡生豆卸下集装箱。每一包豆子是差不多60公斤，一个橱柜的货是大概330到340包。拉中间。我们下的时候只能说每一包一包慢慢拉下来。2个人下厨的话，接近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。那时候人手不够的时候，我爸爸下完厨要跳下来去擦车，然后爬上去橱柜，他就要跳上跳下至少20次。因为孩子也是看到我们做了辛苦，所以他讲他要接下去做。不用。 30岁的陈浩祥和65岁的父亲陈顺利是这家咖啡烘焙厂的经营者。1982年创业，这间工厂是父亲顺利40年的心血。我们早期是算是在 DOS， 我爸爸是在波底是卖豆花的，因为我们被搬迁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做。 然后刚好碰巧，就我哥哥也介绍说，这个咖啡厂有人要顶让出来，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反正没有东西做，我们就试试看咯。陈顺利当年离开了务农生涯后，使用传统炒炉烘焙南洋咖啡豆，工厂只有3名员工，炒豆过程也相当艰辛。我们旧的机器炒法是60公斤，我们都是把麻袋的豆放在一个桶，比较轻来打，不然你整包打扛下去是不可能的。在里面炒的时候，它一熟，它烟雾很多，你会很辛苦，也会流眼泪，也会呼吸不顺畅。之前的话，可能4点多5点就要起床，5点半就要开始。 空气比较清晰，因为你每炒一炉都会越来越烧，所以平均到了中午的时段，可能接近40多度吧。这个豆炒好了，然后你加糖，它就会爆上来。爆上来的话，炒咖啡如果是没有被烫到啊，就不是炒咖啡。这个手是这样的话，就是炒咖啡。儿子浩翔自小就体会到炒咖啡豆的艰辛。 当年也无法理解父亲对工作的成就感。他们也是很自豪，会跟人家说：“你看我头发是自然染金色啊，胡须也自然染金色。”他可能对这些皮外伤他可能不会多在意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只要客户觉得我们的咖啡好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满足感。儿子浩翔从没有想过要继承父亲的事业，他认为自己无法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。 但是不忍父亲辛劳，有时主动协助送货和搬运重物。我那时候我当完兵，考完驾照，就可以分担这一份工作咯。不然每一次他们都是炒完咖啡4、5点，然后再送货送到可能晚上7、8点，回到家9点多10点才可以吃晚餐。帮煮了过后就变成一个责任感，所以就继续这样做下去。 那个时候是没有说多想说几时要去接手。我爸爸他有这些朋友就一直跟我说，传统咖啡其实是一个夕阳行业，很难说一直去经营下去。传
传统炒豆的方式让浩翔退避三舍。6年前，他意识到，如果自己要全心参与，就必须做出改变。那一个时候，我就跟我父亲说，一定要先机械化，才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别的东西。我们还抽空特地飞到欧洲去那边看这个机器，而且这个可能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跟我爸出国。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们一定会有担心的，因为一换下去口味完全是不一样，一定也会失去一些旧的顾客。当我们换了机器，它的出来的产量都吓到，就真的是少了很多。我们60公斤炒出来，就只剩下可能40公斤到45公斤的豆。我也不知道耗了他多少积蓄去把这机器换回来，我们就真的都慌。他应该也慌，可是他没有跟我说了，就埋头就一直去研究。父亲和儿子当年都没有把自己心里的苦处说出来，而是认真的解决问题。炒咖啡豆的方法终于有很大的改进。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是把豆子直接全部倒在一个桶，它自己会抽说多少量、多少公斤进去它的系统里面来炒。然后整个过程基本上只需要看豆，剩的都是以按钮的方式来取代。这个洋机器其实要糖很少，炒不了多。南洋市的咖啡店啊，他们都会说不一样，颜色不够，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了，现在色泽也可以。比起来，现在只是2个人你就可以操作了，也比较清洁，就是要请员工也比较容易，然后我们也不用这样劳累。每个星期六，我们会在店里面做一个试咖啡的一个活动，就让多一点人知道不同种类、不同国家、不同的咖啡的原产地，试到不同的烘焙方法，就让他们玩一玩，认识一下咖啡。父亲顺利的传统咖啡，主要销售给南洋咖啡代理商和咖啡摊。2年多前，浩翔开设了西式咖啡馆，主打年轻一代与办公室上班族，也耕耘精品咖啡豆玩家的市场。开店就比较多是我的想法，因为我爸思想会比较传统一点，开一间店时间也很长，可是你能达到的那个经济效应是比工厂低。我跟他说，只要是不输钱，我们就还可以继续做下去。我们担心是肯定会担心，就是说叫他不要太过冲动咯，不要一口气就是太多，然后就是从中学习，慢慢拿到经验。在本地，你看开了几十间，关了几十间，就是有这个问题存在。那个时候我们开的第1间店，我答应他的也当然就是说，我们的投资不会太大，精力不会太多，是一定可以应付来的一个小店。当年，浩翔放弃就读大学的机会，投入钻研西式咖啡豆的烘焙。年仅21岁就考获2大类咖啡豆的鉴定师资格。我比普通人先开始大量的饮用咖啡，所以可能就对咖啡的这个过敏度就比较低，所以比较容易去品出比较多味道。我的第一个 Robusta 的那个鉴定师就在20岁，因为我们是以 Robusta 的背景长大的，很幸运的第一次就考过，才对那个第2次的那个阿拉比卡的鉴定师更有兴趣。
就在考这个鉴定师的这个过程，就认识到了很多不同的人，对咖啡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认知。起初小瓜要做的时候，我已经有跟他提起了，洋式咖啡它的豆是跟南洋式更加复杂，因为一个很细腻的东西来的，累是肯定会累的，就是要吃得苦中苦才有用的，不然你不可能一口就吃到甜的，是不可能。郑国营是陈顺利的旧识，也是行业先进。一路来，他不吝提携浩翔精进西式咖啡豆的专业知识。我以前是在他的 office 里的，他隔壁。当他在当兵服完兵役的时候，他每次都会过来帮他爸爸，偶尔就会过来打招呼。然后我也是喜欢这种年轻人，很上进心，而且他很孝顺他爸爸。过程中，他也是很艰辛的学习这个 pick up 他的爸爸的传统手艺，但是可能他觉得他还要更进一步了解西式咖啡。近来，浩翔也做更多新品项尝试，像是制作即开即饮的包装咖啡。这也要归功于浩翔的堂哥陈宏耀，为他提供很多建议和协助。宏耀家族是本地历史悠久的仙草生产商。他们因为做仙草，所以很多不同种类的包装啊，很多不同种类的高温杀菌的这些机器。有挺多机器都是我堂哥那边比较少用啊，他就直接叫我们拿去用，就是拿来包我们自己的咖啡啦也好。宏耀也常到国外考察先进的生产机器，看到和制作咖啡有关的机器，会同浩翔分享。因为我们从小都在甘榜长大，从小都在一起玩啊。我们就说都是比较穷苦吧，我们就开始说帮忙父亲打理这些仙草啦，或者帮忙洗罐子啦。所以我就要想看有什么方法能简单化。小的时候就偷偷跑去展览会看那些机器啦。老一辈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以前都这么卖了，所以这样的出货、这样的包装都不会有问题。那为什么要改革？浩翔跟他父亲讲，可能他比较不理解，所以我们拿给我叔叔看，给他多一点安全感，这样子啦。我堂哥他个子很大，所以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在吵架。然后他也怎么跟我大伯说，真实说应不应该开店，我这么执着于自己要做自己的品牌，也就是因为有他的感染，说如果不做品牌的话，没有人会认识我们，我们只会是一个生产家。吵架一定会的，就是肯定的，因为意见不同嘛，所以总是要解决。比如是失手的话，那就一定被骂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没办法的。所以你不是的话，你永远没有办法上一步。接棒上一代事业的苦与乐，走在前头的宏耀也成为浩翔的榜样。我看我堂哥，让我觉得更应该去帮我爸爸。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给他们去轻松一点，就是他们都是一样，两个我爸跟我大伯都一样，就是还是每天要在工厂，可是他们现在在工厂需要做的东西就大大的减少哦。近年，陈浩翔和父亲顺利积极参加食品展销会，向民众和海外厂商推介自家的咖啡品牌。起初我们就也是在谈起，他仙草也是黑的，我们咖啡也是黑的，我们都是混黑的。哎呀，就不然就在一起就在一起在那边展销了。
基本上我就是跟着我堂哥跑，也会跟他去，比如说印尼啊、马来西亚的一些展览，会去找一些新的供应商，还是新的生意机会哦。通常只要是有这种展览会的话，我只是说帮他安排好这些东西，让他安心的去泡咖啡。西式的展的话，他就在工厂会帮我们安排应该需要的货。辛苦对，当然办一次展就可能每一天都是可能10多个小时，可是为了就是打这个品牌上来，认知度给它比较高一点。好的，1包的。堂哥洪耀总是慷慨地分享摊位空间和经验给浩翔。在展销会上，家族3代人齐出动，浩翔的堂姐，还有76岁的大伯陈顺才也到现场。来，咖啡也有啊，到了啊！来，这个来个运动，然后看看头尾啦。我孩子也是会接手的，当然是做长辈也是要给他们去做了。这个1包5块，2包8块。浩翔也是这样的，我也是跟他讲说，你去做，他有问题，有什么不可以解决，我们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啦。Thank you。他做起来，我也是真的是高兴啊！有一个弟弟做到这样好。我在小的时候，我就跟着我父亲一直出车啦，怎么去serve我们的顾客啦，所以我从中就在那边看。现在我有2个女儿，1个儿子。所以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去接手这些他们要去学习，要去跟着跑才有办法。一代传一代咯，就从我大伯、我爸传到我跟我堂哥，然后现在我们的自己的孩子也跟着一起来玩一下，看一下。当然时间花得多在一起，就摩擦也会高。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些摩擦，所以才让我们才是一家人嘛。星期天是家庭日，陈家依然选择在工厂度过。浩翔的姐姐一家人和平时在印刷厂工作的妈妈也会来咖啡工厂团聚。那时候我先生就比较忙了，他很少跟我们出去，一向来都是我带2个小瓜出去咯。因为周日我先生他一定要过来的，好像立长的日子这样过来，这样他才放心的。所以我们也跟着过来这样啦。这个场景，我爸我妈已经是很普遍了，因为我跟我姐就从小就已经在工厂，就哪一个角落就铺一个纸皮，就在那边睡，然后可能没事做的时候就坐在办公室里面看电视机这些，看到下一代就他们的孙子孙女也是每次来工厂，所以就很温馨哦，就很温馨哦。浩翔和太太曾淑婷育有3岁大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儿子也对咖啡豆产生兴趣。他很喜欢玩咖啡豆，从小桶放到大桶，大桶又放到小桶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反复的一直玩，可以直接玩一整天，也就跟我在以前工厂一样，在工厂消磨时间。其实我不知道周末我孩子会看到咖啡这样兴奋。I think 他这个 age 他蛮年轻，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他对某的东西有什么兴趣。我是觉得 just let 他的兴趣，他自己选择他要做的东西会比较好。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去坚持的，你一定要变成另外一个咖啡投手还是 coffee roaster。舒婷原本从事广告与媒体行业，目前她也在工厂协助夫家打理事业，主要负责网络行销与包装设计的工作。我已经跟我的爸爸，就是浩翔的爸爸，做工I think差不多4年了。跟我家公做工，当然会有一点摩擦，因为when it comes to 广告还是 when it comes to design 的东西，他的想法可能是 logo 大大越好，品牌大大越好，
把很多东西是不只是你的品牌又在，你的 logo 要在，还有整个美观在嘛。一方面就是全部都是家人嘛，愉快不愉快的东西都比较好谈，是看我们怎样表达那一个事情，还有你怎样去找一个方式去解决那个困难。来，你喝看看这个咖啡，谢谢。小的时候就比较多的时候都是要一直在等，就有几次补习，每次都是在礼拜天他还要做工，然后补完习还要在那边等他过来接我们，就有时候会很生气哦。下一批的学生也来了，也放课了，可是还没有来载我，放不了了，因为你觉得虽然孩子也重要，生意也重要。那没有法子咯，就是只有放掉一边咯。现在内疚也是就这样了，都已经长大了，就还是很感谢爸爸，愿意去出钱让我去尝试这些新的领域。其实那时候你把你收藏这种几十年的那个咖啡机拿出来，重新再整理一下，给我来泡这个西式的咖啡，它是比较含蓄啦。就是以行动来表达比较多。他是默默在后面讲，他不微笑这样而已，没有说在你面前直接讲。现在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，就可以去享福咯。